各位老朋友、新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咱们这堂课得好好聊一个关乎每个人下半辈子的大事儿——晚年运势。咱们中国人，尤其是咱们台湾的乡亲，打拼了一辈子，最怕什么？最怕就是老了没人理，没钱花，病痛缠身，对不对？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我在以前的课堂上很少专门拿出来讲。为啥呢？因为它太直接了，直接到有点吓人。直接到什么程度？你不需要翻万年历牌八字，也不用回家问你妈妈你是几点几分生的。说实在的，很多妈妈生孩子时痛得死去活来，谁还记得是几点几分？以前在乡下，很多都是天光时、鸡啼时，这怎么算？算不准吗？今天我要教你的这一招，完全不需要那些。你只要拿一面镜子照一下自己，或者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，看一眼，马上就能断定这个人晚年过得好不好，会不会孤单，子女孝不孝顺，手里有没有钱，身体会不会出大毛病。我说句实在话，这比你去庙里求签，找外面的算命老师排八字还要快，还要准。这话一说，肯定有人要跳脚，尤其是靠八字吃饭的老师傅。他们会说，陈天福老师，八字是老祖宗的宝贝，怎么能说不用？我不是说八字没用，它是你人生的剧本大纲。但老祖宗的智慧，难道只有八字吗？易经讲象，天有象，地有象，人身上也有象，人身上也有象。人就是一个小宇宙，左眼是太阳，右眼是月亮，额头是南月，下巴是北月。你这张脸就是一方活生生的天地，所以看相就是在看风水。特别是咱们台湾的朋友都很在意晚年运。年轻谁不拼？但拼了一辈子，最怕就是50、60岁时，有钱没命花，或命长却没钱花，子女也不在身边。这就是今天要讲的重点，晚年运。很多人问陈天福老师，我有没有发财命？发财是中年运，靠拼，但晚年能否安稳，要看你的库。想知道晚年会不会辛苦，只要看一个地方，就是你脸上那2条法令纹，从鼻子两边往嘴角延伸的沟。很多人觉得是皱纹，想填平，停，千万别乱动，填平了，可能就把寿元和福气填掉了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面相分3部分，上庭看少年，中庭看中年，下庭看晚年。法令纹就在中下庭交界，像一座桥，连接中年与晚年，也像导流管。易经中此位对应巽卦与坤卦，巽为风，主命令；坤为地，主承载，所以叫法令，管你50岁后的威望与运势。我曾见一位大老板，40几岁时风生水起，但我看他法令纹极浅，一边还断开，便提醒55岁后有大坎，他不听，结果56岁兵败如山倒，投资失败，妻离子丧，晚年孤病交加。这就是箱上写明的法令纹断，晚年路断。今天我会把法令纹的几种样子，好、坏、吉、凶全讲清楚。你学会后，照镜子就知道最后几十年是享福还是受罪。如果发现是苦命相，有救吗？有。我陈天福不会只指出问题，不给方法。命能改，但得先知道毛病在哪儿。接下来进入干货。从中医和易经看，脸就像一个地球，额头是山，下巴是海，鼻子是土星，向中央山脉隆起，气从额头下到鼻子，再汇聚到嘴，嘴是出纳关，也叫水星，如大海口。但如果气从鼻子直冲嘴巴，中间无阻，会怎样？那就是土石流，气聚不住。所以造人时在鼻边、嘴外围设了2道堤防，这就是法令纹。为什么叫法令？这名字就像圣旨、法规。古代皇上、将军、长辈的法令纹最深，它代表威严与规矩，像国家的边界、水库的大坝。有这2道线，气会被规规矩矩导引入嘴，细水长流。没有或杂乱，则往往为人失举，气场涣散。从中医看，
法令纹位于颧骨属肺，五行金与口周属肾，五行水之间正是金生水的通道，因此也被称为寿带。精气下行生肾水，人便肾主骨健，易得长寿。许多高寿长者法令深长下垂，便是寿带垂腰。若法令断裂，杂纹多，即意味体内精水不通，上热下寒，健康难稳。它更是脸上的水库大坝，鼻子高挺能赚钱，但法令深长宽阔，才能兜住财水，续成老本。若法令短破或有横纹截断，便是漏库，钱财难留，晚年堪忧。所以法令纹就是你晚年财富与健康的保全系统。接下来我就告诉你3种必须警惕的凶相，它们可能是老天给你的红色警报。法令纹若有3种凶相，必须高度警惕。第一种，短浅无力，晚年无靠。若法令纹仅在笑时隐约可见，或中途而止，未能还口，代表堤坝只修一半，气短难守。曾有未做电子加工的学生，因左边法令纹明显短浅，我劝其55岁后务必守成，他不听，继续扩张至越南设厂。56岁时遭遇景气反转，资金断裂，破产负债，妻离子散。此类相隔年轻时或有过路财神之运，但晚年气散财空，孤独困顿。第二种，中段破损，人生断桥。法令纹中途断裂或遭横纹、恶字、疤痕切过，犹如高速路上桥梁崩塌，往往预示对应流年多指50到60岁有突发灾病。曾见一老太太，法令纹被十字纹截断，追问下得知她57岁遭车祸，骨盆碎裂，卧床3年。若见此类纹路，当年务必谨慎，远离风险，全面体检，多行善事，以避凶恶。第3种，腾蛇入口，古称饿死之象。此纹不向外展，反弯曲，向内直插嘴角，状如双蛇入口。古书称主饿死街头，于今则多对应重症，如食道癌、胃癌，导致无法进食，虽有钱财却口不能响，形同现代饿死。亦有心性孤客而致晚景凄凉者。我曾见万华一位老先生纹路入口，性情乖张，众叛亲离，最终独居离世，多日方被发现。此项不仅关健康，更显心性之局，务必早查早修。这3种形态皆是天命示警，见之勿慌，但需正视，及时调整心形，方能转危为安。听到这里先别慌，若你发现自己有先前所说的凶相，也无需悲观，相由心生，纹路是能改的。现在就来谈谈好像该有的样子，它正是我们奋斗的目标。你去观察台湾那些真正有成就、有威望的大企业家或家族长辈，他们的法令纹都有一个共通点，深长开阔，从鼻翼两侧如大钟般宽展而下，越过嘴角延伸至下巴，甚至微微向内收拢，宛如一道圆环将嘴巴完整包覆。这在相学称为金缕锁或寿带环口，它所住的正是你的粮仓与江山。为什么这样好？嘴巴是财路进出的港口，法令纹若紧到嘴角，就像水库只有堤坝而无底围，仍可能流失；但若法令深长环口，便如为财库加上一道护城河与金锁，这意味着你一生积累的财富与基业能够牢牢守住，不易被败散或欺骗。这不只是有钱，更代表了一种海水会结冻的威信。拥有这种法令纹的人，通常原则性强，赏罚分明，年轻时就言出必行，执行力高。到了晚年，这种特质沉淀为不怒自威的气场，在家中一言九鼎，受子女敬畏孝顺，在团体中亦是精神领袖。反之，文浅散乱者，往往在家中缺乏威信，说话无人听从。许多年轻人会问，我现在没有，是不是没救了？其实这种顶级的金缕锁绝非天生，而是历经数十年修炼而来。它通常在50岁后才完全成型，是你半生以来坚守原则、承担责任、果断决策所刻下的印记。每做一次正确决定，每立下一份功德，
这2条纹路便会加深1分。因此，见到拥有此相的长者，应生恭敬心，这代表他一生的行事做人均经得起考验。若你希望晚年有此福相，从现在起就要立定脚跟，心存原则，言出必行，勇于承担。当你的心定下来，气沉得住，规矩立稳了，无需任何外求，那2道象征富贵的纹路自会渐渐浮现于你的面容。好，讲完了面相的道理，讲完了吉凶，接下来这堂课我们要进入中医的领域了。我要告诉你们，法令纹不只是看命，它更是你五脏六腑的显示器。你脸上长斑、发黑、断裂，其实是你的内脏在喊救命。西医不懂这个，他们只会叫你去打雷射、做拉皮。但我陈天福要告诉你的是救命的真理，这张可是真正的保命课。很多女孩子，甚至现在男孩子，你看到法令纹就觉得丑，跑去医美诊所打那个什么玻尿酸把它填平。哎呀，我看到真的是要被气死。你是把那个坑填平了，但你把身体发出来的求救信号也给屏蔽了。各位，我常常讲，中医就是物理学，是全世界最科学的医学。西医看你的脸，只看哪里有皱纹，哪里皮松了，那是解剖学，是死的东西。中医看你的脸，看的是气，是神，是活着的东西。你的脸就是你五脏六腑的显示器。我们开车都知道，如果仪表盘上的机油灯亮了，你是去把那个灯泡砸碎，还是去检查引擎？肯定是检查引擎嘛。砸灯泡那是掩耳盗铃，那是笨蛋才做的事。可是现在多少人在做这种事？法令纹长得不好看，去拉皮，去填充，以为把皮拉紧了就好命了。我告诉你，你那是把机油灯给砸了，引擎内脏坏了你都不知道，最后车毁人亡。法令纹的后台老板肺与大肠在中医的经络图里，法令纹这个区域归谁管？归手太阴肺经，还是手阳明大肠经管？五行里肺属金，金是什么特性？金是肃杀，是收敛，是坚硬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肺气很足，他的皮肤肺主皮毛一定是紧致的，他的法令纹一定是像刀刻一样深邃有力的。反过来，如果你经常在那儿咳嗽，或者稍微动一下就喘，你的肺气是虚的，肺气虚，精气不够硬，你的皮肤就撑不住，法令纹就会变浅、变短，或者断断续续虚的。所以当你发现法令纹短浅无力的时候，不要只担心晚年没钱，你更要担心你的呼吸系统是不是快不行了。这是肺在喊救命，主人啊，我没气了。纹路发黑、长斑，这是肠道在报警。还有一种情况更严重，有些人的法令纹上面突然长出了黑斑，或者是整条纹路发青发黑，西医会跟你说是色素沉淀，叫你打雷射。错，大错特错，这是你的大肠出问题了。肺与大肠相表里，大肠是干嘛的？是排毒的，是传导糟粕的。如果你的大肠里堆了很多宿便，甚至长了息肉、肿瘤，那些毒气排不出去，它会往哪里走？毒气也是气啊，它会顺着经络往上冲，冲到脸上，就在法令纹这个路口堵住了。所以凡是法令纹发黑、暗淡无光，或者上面长那种洗不掉的深斑，这往往是大肠癌或者是严重便秘、肠梗阻的前兆。我以前看过一个病人，嘴巴旁边长了一颗黑黑的痣，刚好压在法令纹上。我一问，他便秘10几年了，3天拉一次都算好的。我就跟他说，你赶紧去通便，去清肠，这颗痣不去掉，晚年遭罪。不听啊，觉得我有病，便秘跟脸上的痣有什么关系？结果后来查出来大肠癌晚期。这就是有猪内必行猪外，里面烂掉了，外面怎么可能好看？气色要润，不要哭。最后讲一个大家最容易忽略的气色。好的法令纹不管多深，它的颜色应该是明润的，有点像黄玉那种温润的感觉，或者跟你脸颊的颜色是一样的。
如果你照镜子发现法令纹那个沟里颜色是惨白的，或者是干枯像死灰一样的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精气已绝，肺阻气，气都没了，人还能活多久？这种枯色通常出现在久病卧床的老人脸上，一旦出现，那是真的离走不远了。别只顾着涂脂粉，先通通你的肠子吧。所以各位爱美的女士，还有想要晚年身体好的男士们，当你们觉得法令纹难看的时候，不要的一时间想着用化妆品盖，也不要想着去动刀。你要问问自己，我最近是不是老是便秘？我最近是不是稍微爬个楼梯就喘？我是不是抽烟抽太凶了？解决法令纹的最好方法是养肺，是清肠。你把大便通了，把肺气养足了，脸上的黑气散了，那个纹路自然就变得清秀有力了。这就是成于中，行于外。好了，病因找到了。我知道你们现在最急的是什么？老师，我知道我肺不好，我知道我命不好，那到底有没有救？怎么改？有。接下来一堂课就是我给你们开的处方签，我不讲什么玄之又玄的法术，我教你们几招实实在在的偷天换日之法。只要你肯做，3个月你的面相绝对变。这招是救命的关键。很多人讲风水讲命理最喜欢吓唬人，吓完之后叫你花大钱买那个什么开运水晶貔貅。我陈天福最看不惯这个。真正的改命不花你1分钱，花的是你的决心和执行力。我要教你们的这几招叫偷天换日，听起来很玄，其实就是通过改变你的行为模式，还有生理机能，去强行扭转那个本来要坏掉的晚年运。来，拿笔记本记下来，这都是我压箱底的宝贝。各位，刚才讲了那么多吓人的凶相，我看有人脸都吓白了。先喝口水定定神。古人说1命2运3风水4积阴德5读书。很多人只看到前面3个，觉得命定了就完了。错了，后面2个才是老天爷留给我们的后门。如果你的法令纹短、断、浅，或者是那种可怕的腾蛇入口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按照现在的活法，晚年要出事。那我们就不按照现在的活法活吗？我们把剧本改了不就行了吗？我给你们3帖药，一帖比一帖猛。第一帖药，物理治疗，深呼吸，去冰饮。这招是针对身体的。既然法令纹对应的是肺和大肠，那我们就从这里下手。很多台湾人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夏天那个手摇饮料，珍珠奶茶还要少冰去冰。我跟你讲，只要是冰的，冷的喝下去就是伤肺。形寒饮冷则伤肺，你的肺被你冻住了，肺气怎么宣发？肺气不宣，皮肤就松垮，法令纹就往下掉。从今天开始做2件事，戒掉所有生冷饮食，不管是夏天冬天，只喝温水。你坚持3个月，你看看你脸上的气色会不会从暗沉变红润？你的法令纹会不会从干枯变得有光泽？练习腹式呼吸，每天早上起床找个空气好的地方，对着太阳做深呼吸。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，呼气的时候肚子瘪下去，要把气吸到丹田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强筋。你把肺气练强了，精能生水，你的肾气就足。肾气足了，那个法令纹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深长有力，而不是浮在皮表的那种浅纹。第2帖药，心理整容，收起你的刀子嘴。这招是针对心性的。你们去观察那些腾蛇入口或者法令纹有很多杂纹的人，他们通常有一个共同点，说话太冲，脾气太暴，心里太计较，相由心生。你心里像把刀子，脸上就会长出像刀疤一样的纹路。你心里纠结矛盾，脸上就会长出弯弯曲曲的纹路。要想把胸纹修成吉纹，你得先修你的嘴和心。我要你们做一个动作，非常简单，但很难坚持。每天对着镜子练习微笑，不是那种假笑啊，是发自内心的想一件开心的事。当你笑的时候，
你的脸部肌肉是往上提的，法令纹是打开的，是包容的。如果在生活中，你每遇到一件烂事，都能忍住不发火，都能笑一笑过去，你坚持1年，你的面部肌肉记忆会改变。那个本来要往嘴里钻的疼舌，会因为你常年的微笑和宽容，慢慢往外移，慢慢变成开阔的金缕锁。这就是新宽路旧宽的物理显化。第3铁要，终极改运，行善积你的福报。这招最猛，叫积阴德。如果你的法令纹断了，说明你的福报续不上，就像手机没电了，怎么办？拿行动电源充啊！去哪里充？去帮别人。我那个破产的学生，后来听了我的话，没钱不施怎么办？去做义工，去医院帮人家推轮椅，去孤儿院讲故事。他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没想过回报，就想赎罪。结果很神奇，3年后，他虽然没有东山再起，变成大富豪，但他儿子突然回家，接着孙子来阿公阿公的叫。他现在的晚年虽然清贫，但是一家团圆，其乐融融。我看他的法令纹断裂的地方，竟然长出了一条细细的线，把它接起来。这就是阴德纹。老天爷看你是个好人，不忍心让你绝路，所以给你搭了一座桥。各位记住了，不管你现在香有多差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养好你的肺，修好你的嘴，多做一点好事。你就是在跟老天爷抢时间，你就是在偷天换日。我都把话讲到这个份上了，能不能改，就看你肯不肯动了。讲了这么多，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。最后，我要给你们做一个最精华的总结，顺便告诉你们一个积累大功德的最简单方法。不要走开，这最后一段话，可能是你改变家族命运的关键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也讲累了，这杯茶都喝干了。我知道你们听得很过瘾，但也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或者是事情多，转头可能就忘了。老师就像你们家里的那个老长辈一样，不怕啰嗦，就怕你们记不住救命的东西。来，最后再给我3分钟，我帮你们把今天的重点用大白话复盘一遍。这几条，请你刻在脑子里。保姆级重点回顾：第一，别乱动脸。法令纹不是皱纹，它是你的绶带，是你的财库堤坝。千万不要为了漂亮去打玻尿酸把它填平了，你填平了纹路，就把晚年的官运和寿元给填没了。第二，看到这3种要警惕，回家照镜子。如果你发现法令纹是1短浅无力，2中间断裂，3弯进嘴里，这3种情况是你身体发出的红色警报，一定要小心50岁到60岁这个坎。第3，怎么救？身体上戒掉冷饮，多喝温水，每天早上深呼吸，把肺气养足，把大肠通顺，气顺了，运就通了。心理上不要在那边怨天尤人，把你那张刀子嘴收起来，多笑，把那个弯进嘴里的纹路用微笑把它撑开。最好的风水其实是你的人心。讲到这里，我要告诉你们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：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你可能会问，老师，我把这个视频看完，我的命就变好了吗？光看是没用的，要行。我们要有一种利他的思维。什么叫利他？就是你今天学到了这个知识，你知道了法令纹发黑是大肠癌的前兆，你知道了法令纹断裂是意外的信号。如果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同事，他们脸上有这个问题，但他们不知道，还在那边拼命喝酒，拼命熬夜，还在那边做危险的投资。这时候，你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，你把这个救命的知识分享给他。我也许救不了他，因为他不认识我，但是你能救他，因为你是他的朋友。如果因为你的一个转发，他突然醒悟了，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，发现是大肠息肉割掉了，躲过了一场癌症，或者因为你的提醒，他那年没去乱投资，保住了全家的养老金。各位，这就是你的功德啊！这就叫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你帮别人避开了一个坑，
老天爷都在天上看着你，你的那个功德簿上就记了一笔，你晚年的福报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。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吝啬的人永远发不了大财，福永远流向愿意分享好东西的人。最后的召唤，为自己和家人聚气。好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大实话，哪怕有一句打动了你，帮到了你，请动动你的手指，给我们的频道智慧晚年团队点个赞，点击订阅。这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让你自己，哪怕在茫茫网络中，也能的一时间接收到这种正能量的智慧。更重要的是，我邀请你在评论区做一个动作，留下你的善言，或者写下一句祈福的话，比如愿家人身体健康，愿晚年安享富贵。为什么要做这个？因为语言是有力量的，文字是有磁场的。当你打出这行善意的字时，你就已经在为自己和家人的晚年种下了一颗美好的种子。我是陈天福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但若心存善念，天地佑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